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快坐吧，坐吧，坐吧。金山竹影几千秋，云锁高飞水自流。我想了半天怎么对付你们，终于想了一个好招，说2句就完。你们是不是没有猜到啊？太开心了。曲曲弯弯路，重重叠叠山，雁飞不到处，人被立鸣牵。没有，我来了一个了吗？也已经是再来一个了，这不刚才送了半段吗？啊，这个你不能让你们猜着，猜着之后你们就不佩服我了啊。这就是演员跟观众之间这个斗智斗勇。说书还好一点，尤其说相声，你说差不多了，铺垫这个包袱，要让观众猜出来了，他马上就觉得你不行。你能站台上看见观众那个情绪，马上就撇嘴。要带着女朋友那更得意了，他要说什么什么，哎，你张嘴一说跟他说的一样，好家伙，这主得飞起来咬人，开心呢。人家对，花钱听你，凭什么你的智力啊、能力啊、表现什么的不如人家？那人家自个儿就说了，干嘛听你啊？所以说，艺人得要求上进，就在这儿啊。好在您各位听我这么些年了，跟我也不上吝，不生气。我也怕你们有时候老说我这不对那不对的。对，还有人捧我说我长得太帅了，就我花钱了，知道吗？这都是我安排的托儿。刚才就要录啊，要录，结果给耽误了啊！有人上我化妆间，吓我一跳。我说你是谁呀？我是《三国志》战略版的负责人。我说我知道你啊，那个游戏是你们做的对不对？太对了，需要您植入一下。我说植入什么？你要在节目里边提一提我们《三国志》战略版。我说让我提什么呀？就是第一得说还原度高。还原度高啊，得跟那个当年历史似的，哪一街哪一巷哪个山头如何如何。我说这可以。还有啊，这说我们这个游戏啊讲情义。说了半天，说在节目里提一提。我说你们应该让侯震提，侯震天天坐那玩这个啊，侯震很认真啊。我说这还原度高，你觉得怎么样？看人这个关口都这样，人家说了，你们玩游戏这帮人可讲情义了啊！你们有机会多玩玩那游戏吧，就算对得起他了啊！好家伙，真听撺掇呀你们啊！好吧啊，刚才以上植入啊已经说完了，多快乐啊！这个又到了说三国的时候了。忘了，我问你们了吗？你们这玩意儿就不讲理了，你们就这个有来言才能有去语呢。我得问，咱们说到哪儿了，你们才能忘了，对吗？我都没问，你们就忘了，太棒了啊！咱们讲情义好不好？好。那咱们还原度稍微高一点吧。哎呀，要是能光聊天不说书得多好。别闹了，你们啊！要那样的话更不合适了。他们得央给我说点正事吧，要不然没法交代了。书接上文，咱们得干点正事了，接演三国。这个三国呀，已经渐入佳境啊，越来越好。其实难说的是开头，你要介绍汉末这个天下的状况。
他当时的政治环境，从朝里到外头，把那个说明白了不容易，因为它乱，头也多。我们管这种书呢叫宅鱼头，鱼头里都是刺儿，又没什么肉，你说不明白就扎嗓子眼儿。现如今，哎，鱼头我已经摘过去了，啊，现在可以踏踏实实的吃2口肉了。现如今，这个故事已经发展得很热闹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董卓撒狠了，这不打架是不成了，不给点厉害是不行了，赶紧派手下的2员大将啊，这2员大将，一个叫李傕，一个叫郭汜。李傕这个名字，反正说什么都有，但是基本上来说都认同叫李傕。郭汜这个呢，看似很简单，但是也有专家提出来这个读音有问题，因为他这个汜啊，就是3点水那个汜，因为有人分析说，当年还有一个字跟它很相像，几乎这俩字一模一样，但那个字呢念饭啊，所以是叫锅饭。你要说叫锅柳饭也行，但是你要查来查去吧，没有什么文献可以证明这个字念饭。当然有专家最后考证出来了，说在唐朝的一本书里边啊，给出了拼音了啊，标出来这字念饭。但是从唐朝之后，由于这个传抄啊，木刻的这个过程啊，这个字是越写越草。简单说吧，就是有可能是唐朝之前都管它叫锅饭，唐朝之后都管它叫郭汜，因为这个年头太多了。你想汉末也没有什么文献资料专门说这个，所以这个无从考证，这也不是说书的人能够做得到的事情，咱们就从众吧，好吧，就管它叫郭汜。派他们2个人带领着5万兵丁前去救援。救哪儿呢？救泗水关。泗水关是已经乱套了，但是光救泗水不行，还有虎牢关呢。你不能说破了一个你考虑下一个，那就来不及了。这回派谁呢？吕布，吕奉先。能耐来说那是了不起的英雄了，至于品性那是另一回事。董卓是真爱他，给他10万大军，带着人镇守虎牢。情况就是这样，2支队伍分别去2个关口。那么18路诸侯这边也是如此。袁绍说了，咱们不能死守着一家，咱们也得兵分2路，把这18家诸侯咱们拆成2半，其中我带着其中的8家，我去打虎牢关，剩下的你们打泗水。这个各位都听明白了啊！把人员都安顿好了，各司其职，拔营起来。哎呀，这个打仗可不是个好事，倒霉的就是沿路之上这些个老百姓。为什么有那么句话呢？宁为太平犬，不做离乱人呢。太平年间，街上一条狗，生活的都很好。真打起仗来，兵荒马乱的，那个老百姓是最苦的了。此时节，这个天下称得起是刀兵滚滚，民不聊生。泗水关这儿咱们先放下，单说8家诸侯就来在了虎牢关外，安排好了营盘，两边交锋对垒。有打虎牢关里边，这兵丁往外就走，雁别翅排开。有打后边出来一位小伙子，长得漂亮，跳下马来，身高现在说得1.8米往上，面白如玉，2道俊眉，1对朗目，鼻直口阔，大耳朝怀，
牙白碎玉，唇似丹珠，是个漂亮的人物，头上戴束发紫金冠，身上穿着铠甲，里边征袍上绣团花朵朵，胯下赤兔马，掌中方天画戟，正是吕布吕奉先。过去有这么句话：人中吕布，马中赤兔，这都是了不起的牲口。不要曲解我的含义，只是说赤兔马很快，吕布呢很棒啊，夸的有点连了啊，坐在马上英雄气概呀。那么接下来没有别的事了，打吧，看谁厉害吧。袁绍这边有人出马了，河内郡太守王匡。前几回书咱们净说王匡了啊，王匡提议，王匡说话，王匡净是文戏。现如今王匡的武戏要出场了，能打能打，王匡可厉害了。如果不遇见吕布的话，到跟前儿3两个回合都没走了。吕布这方天画戟，画戟都见过吧？一根棍儿上啊，就那样吧，行了。比划这个跟比划香椿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出来几个尖儿啊，这东西要是掏炉子可好使了。方天画戟，马前未走3合，走。王匡也听话，好，啪啦一下子，让人家挑在马下。紧跟着这还得出人呢，对不对？上去一个，下来一个，上去一个，下来一个，连扫5路诸侯。咱就不用说的太细致了，就是谁出去都不灵。再瞧人家吕布坐在马上，面不改色，真是不当回事啊！端着自己这方天画戟，真是威风凛凛。这可怎么办？还有人们有打这边出了一位白马将军公孙瓒。公孙瓒是带着刘关张来的呀，北平太守啊，人称白马将军。公孙瓒在家里时候也厉害着，但是今天碰见吕布了，之前所有的荣誉都没有意义了啊！简短截说，2个回合，眼瞅着公孙瓒这命就得交代在这儿。这会儿功夫，你就听这边有人大喊一声：“太！吕布3姓家奴！”这话说得狠呐！啊，太没事儿，吕布没事儿。3姓家奴，吕布坐在马上，就这句话，杀伤力不大，侮辱性极强。3姓家奴，你爸爸姓吕，传给你的，这是你的正根儿。后来认一干爹，丁建阳，你也姓丁。现如今管董卓叫爸爸，你也姓董，你趁仨姓儿，3姓家奴。吕布就一愣，回头看，找，是谁在侮辱我？又打这边，谁来了呢？您想一想，关键的人物需要上场了。燕人张翼德，张三爷来了，也该他出场了啊！关二爷已经卖派过了，温酒斩华雄，露完脸了，
该三爷了。三爷为什么出来呢？救公孙瓒。公孙瓒是北平太守，他们呢是平原县县令，级别上来说，人家是老板。私交上来说呢，公孙瓒跟刘备是同学发小。论着呢，管人家也得叫一个瓒哥，一块来的嘛。打别人我们也不熟，自个儿的哥们儿这不成。所以说，张三爷催动胯下马，掌中丈八蛇矛，来在了阵前，是为了先把公孙瓒换下来。公孙瓒擦了擦冷汗，两世为人呐，险些就去世了。把战马往旁边一拨，看吕布跟张飞开打。我们好多人愿意说这个时候把每一招说的特别细致啊，丈八蛇矛，这一枪怎么扎，吕布这画戟怎么往上抬，两个人转过来右脚点蹬，马回过来，这一招如何，其实不重要。因为什么呢？那说也是假的呀，那也是说书人脑子里边想，他认为得这样打。这两军之前不是那样啊，对不对啊？而且观众也听了太多的这种疆场之上开打，您就听一热闹，嘡咔，举火烧天，百颗亮之塔。只要说书的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你们。我能说我就不说了啊，因为从小学说书，这个说得很溜啊，没有意义，只是告诉大家，张飞打不过吕布。都说张三爷厉害，分跟谁比？你要说边打毒油那样的，能打3卡车啊，打吕布不行，找不着破绽，而且越打越累，这就坏了。如果还这么单打独斗下去，张飞一定会有危险。就在这会儿功夫，关二爷看不下去了，三弟，休得惊慌于兄！哎呀，催马抡刀就来在了阵前，哥俩打一个。再打着打着呢，刘备就冲上来了。刘备那个兵刃叫双股剑，有用吗？各位，你想它能有用吗？方天画戟，丈八蛇矛，青龙偃月刀，好歹都有杆儿啊，对不对呀？咱不能因为刘备是皇叔汉室宗亲，就无限夸大他的能耐。平时他的武艺也就是那样，要打个说相声的是没问题。但是在这么些个大将跟前儿，刘皇叔的武艺一般呢。而且掌中您说这双股剑宝剑，一般是3尺3，长一点4尺，那也够不着人家呀，对不对？人那仨人打在一块儿了，刘皇叔只能跟这儿啊，这叫什么呢？这就是有钱帮个钱场，没钱帮个人场。站脚触威，咱们也是哥们兄弟，就是落一这个呀，他别的他帮不上啊。那么吕布挺生气，哪有你们这样的呀？啊，哥仨打我一个呀！啊，你们太不像话了。就这场战争，其实最得利益的就是刘关张，因为什么？天下公认吕布是第一勇将，你们仨素人，对不对？二爷刚露脸，温酒斩华雄，这点时间还不至于传遍天下。你还没到，你宣传期都过去了，
全世界都知道哪有一人哈，文酒斩华雄这么厉害，那不得有时间吗？按时间来说，现在还没到那儿了，基本上没人知道你是谁。就这哥仨一块儿打，打赢了打败了都露脸。刘关张三英战吕布，是吕布很勇，可架不住人家人多呀，还有刘大爷跟这搅和呢，打不了人捅你马肚子。我是这么琢磨的，是吧？我希望下次说书，咱们大伙儿先来这个。这个你再能耐大，你也会有疏忽。就这个吕布的漏洞，让张飞逮着了，手中丈八蛇矛往下一来，嗨！就这一下，吕布啊，真是没注意。俺等注意的时候，就这丈八蛇矛都到这儿了，仗着是吕布，往下一存身一低头，丈八蛇矛这尖儿，啪！前文书咱们说过，这个吕布头上有束发金冠，金冠呢这么大，它不是盔，盔是整个扣上了，这冠的小是把头发拢上去，把这冠搁在这儿，有个簪子，把它别好了，束发金冠嘛。这一下就扎在这冠里头了，这个厉害呀！啊，为什么呢？就差一点儿就到这儿了，你扎到太阳穴上就完了啊！紧跟着张飞这就使劲就挑，他想的是已经扎到头发里边了，连头发带冠往那一挑，就把你挑起来了。吕布劲儿大呀，他使劲往下压，这俩人较上劲了。这个冠它是有带儿的，这不是冠吗？别好簪子，这有带儿，这个叫搂海带，搂在海下，这为海下，这有带儿，系得倍儿结实。到最后一使劲，啪，搂海带折了。这就是张三爷露脸的第一件事，叫枪挑紫金冠。啊，这冠啪就飞了，吕布这头哗下来了。那年头是没有贞子啊！这儿一挥手，撤，回虎牢关了。追吗？想追，但是也不敢。而且话说回来，现在两军阵前已经乱套了，他那儿不外乎是损失了一个帽子，咱们这儿已经死了好几个了，在地上了。咱们得商量商量这事儿怎么办。这儿赶紧撤回兵来，召开紧急会议，下一步怎么办？吕布太勇了，这一仗其实唯一的作用就是吕布成全了刘关张，以他的能力铺垫了一下，最起码从现在开始，刘关张在天下有知名度了。但是现在18家诸侯的内部已经开始松动了。首先是孙坚不开心，在这次战役里边，孙坚出的力是最大，很辛苦啊，好几次都是他带着人舍生忘死啊。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，什么问题呢？粮草供不上。这个打仗要是粮草没有，您就别干了。你不能打着半截儿啊！咱们停啊！士兵们出去买泡面去，没有呢。过去说人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。为什么打仗用钱？就是因为这个呀。你得保证他们吃，保证这，保证那个呀。那么说，18家诸侯在这儿怎么会粮草不够呢？是因为袁术故意的不发粮草。整个这个战役里边，袁绍是都盟主，18家他是总负责人，他的弟弟袁术负责粮草这一块，所有的粮食，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他一人负责。咱们也说了，这个袁术没正形，
心眼儿又窄，嫉贤妒能，一天到晚的看谁都不顺眼。他一看孙坚太勇猛了啊，我不能让他这么露脸，不管饭。就这个人还了得吗？这脑子里边都是什么东西？这是他这一下，孙坚不干了。我跟袁术说不着，我找你哥哥啊，找袁绍元帅。出生肉死我们不怕，刨头颅洒热血我们不怕，士兵们得吃饭，我有证据啊！为什么公路将军克扣我们的粮草？袁绍也没辙的，你知道自个儿的弟弟，他俩人亲哥们儿啊，虽说不是一个娘，他是一个家里出来的，跟人道歉吧啊！哎，得了，对不起啊，都怨我们啊，我有罪，我不对啊，我忏悔啊，给您补齐了吧。事儿不大，但是军心动摇。为什么呢？玩着玩着你不好玩了呀，对不对呀？那个谁还跟你一条心呢？这就乱了套了。那么与此同时，董卓也在琢磨这个事儿。董卓是个大奸呢，天下是我的，但是不踏实，而且看眼前这个状态，洛阳城待不了了，怎么办？跟自己的谋士李儒一块儿商量，商量完了之后，最后想一办法，说咱们呐换个地儿。这个洛阳给他吧，不要了，咱们去哪儿？咱们去长安。他要去长安，列位，这不是一说就能做到的事情啊！你得带着皇上，带着文武群臣，带着整套领导班子，带着所有的一切，而且还得带着洛阳百姓，咱们走。汉朝多少个皇上，一直想能不能迁都，也就落一个想一想，没人做得到。董卓来了不到半年就做到了。第一，换皇上他也做到了；第二，迁都他也做到了。那咱们就走吧。文武群臣干吗？能干吗？说不能这样啊！上长安，长安还不如这儿呢，也没有宫殿，也没有住所。再一个，您说这事儿太平年间都完成不了啊，那哪成啊？不同意。董卓倒是挺客气，都谁不同意啊？这好办，这4个弄出去杀了吧。杀完了，是不是都同意了？说还有6个不同意啊，杀了吧。把这6个杀了，又杀12个，都杀完了，还有不同意的吗？那谁敢不同意啊？说这回都同意了，你看看啊，满朝文武还是很喜欢我的啊。我说什么是什么，好，但是李儒啊，传我的口谕，要想打这儿走奔长安，我还有几件事情要办。传国玉玺突然出现，现在在我手里边，老天爷的眷顾，看来我有一朝人亡地主之命，我得找个人半道劫他，把他弄死才好呢。哈哈哈哈哈哈！风吹河北岸，花开向阳枝，打开《三国志》，先念定场诗。不啦，不来了。去，是不是好开心呐？哎呀，你说你们跟家聊会儿多，非得上这儿喊来啊！谢谢各位吧啊！这大哥说想我了啊，这些个姑娘都没说，他说好，你们想这大哥吧啊！这个干这行啊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人缘，有人缘了
就有饭缘了，这是最要紧的。不要跟自己较劲啊，尤其是不要跟观众较劲。好多同行没活明白就在这儿。我老说观众里边藏了卧虎，你知道人家是干嘛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们要以一个平常心跟各位交朋友啊。你把这个状态做足了呢，咱们一块好好的玩耍啊，岂不是很愉快？是不是？但我现实生活中其实我朋友倒不多，真的还没有您各位跟我玩的这么开心呢。这朋友得来往，我不跟人来往，谁跟我玩啊？出去喝酒去我也不去，我不如于老师他们啊，也没人找我喝酒。当年就是张文顺先生那会儿老找我喝酒，啊，那90年代末，张文顺先生还知道吧？知道啊，常听相声都知道。德云社早期的我们的元老张先生，啊，肩膀歪。我后来问过他，我说你这肩，你上医院看过没有？是不是真有问题？他说没有，他说就因为小的时候啊，在曲艺团学员班，他说我们有一个老先生，老歪着肩膀，就那会儿小，他说这太帅了，觉着。啊，他说那会儿我们有意无意就学，好，这一学一辈子下来了。你看，好多人都以为他肩膀有问题，其实是真没问题，这就是一个习惯动作。你说哪说理去这玩意儿？啊，那会儿他老找我去。当年我住在这个北京右安门那儿，开阳里边我在那儿住过啊。张文顺住的这个武胜，知道武胜那儿吧？哎，劲松往那边去啊，住那儿。他老找我来，有时候带块酱牛肉，哎，拎着几瓶啤酒就来了，坐那儿聊闲天儿。就是我们俩人，爷俩很投脾气，很投脾气。他小的时候在曲艺团学员班，那会儿来说，他比其他的学员呢岁数还大一点，所以拿他当大学长很好。后来就是因为这个谈恋爱，啊，他在曲艺团谈恋爱，然后团里找他说这个不允许谈恋爱。可他那会儿因为比别人都大嘛，他说我这岁数应该谈恋爱了。团里这领导跟他聊了几回，最后他不干了啊，就这么着从那儿走。之后这一辈子又做生意又干什么的，包括到后来80年代前门大街改造啊，好多工程都是他干的。他一直做生意。他小的时候他们家也挺有钱，前门大街大石栏那儿有一金店，啊，金店是他们家的，他在家行三，所以那会儿说金店张三爷说就是他，啊，人很好，我们爷俩关系也不错。我还看有自媒体，还对我得说这事儿啊，我想起来了，自媒体说张文顺好家伙跟郭德纲这些年不容易啊，把家里的多少钱都投到这里边来了，这我得辟谣，他没花过钱，他就是买啤酒他花的钱啊，他还吃我饭呢啊，但是我们俩私交是真好，他这人绝顶聪明。啊，你看我们在前门在广德楼演出的时候，曾经有一孩子上我们这儿也学相声，啊，还挺灵，但后来这孩子有问题，弄3天不来，5天不来，咱不知道干嘛去了。再回来呢，就满后台的借钱，借了也不还，也不怎么，咱也不知道，也不好意思问呢。啊，有一天借来借去，他就瞄准了张文顺了。张文顺在那儿坐着，这孩子过来。张先生刚说一张先生，张文顺抡圆了给自个儿一大嘴巴，啪，给他还吓一跳。哦，您怎么了，小子？你说我是不是缺心眼儿？啊，我今儿临出来的时候，老伴儿让我带钱包，我竟然没带。这孩子打那走，后来就不再来了。后来我跟张文顺聊这个，我说你太聪明了。张文顺说这个我们家有一对联儿，杀父之仇我不问，夺妻之恨咱不提，横批别提借钱。啊，我说真事儿，我们很好，我们除了不过钱啊，我们除了不过钱，我怕他自个儿打自个儿。但是我们俩人真真正正的算是忘年交啊！你包括后来。连他的闺女呀，包括外孙子呀，啊，妥善安置。哎，我就是非常念我们俩人之间这种交往。那会儿来说，张先生有一特点，张先生会看相，会算卦，会这会那个啊。他去世的时候，好多同仁来吊孝祭奠他的时候，在灵堂有一相声同仁，有一师哥就跟我说：“张文顺啊，好经典，好经典，就是
算卦有手艺啊，他这一辈子最会看人，他就看准了一个人，看准了你了。我特别的感慨啊！这一晃，张先生也没了多少年了啊！哎呀，得了，改天再细聊他吧啊！说的人心头很感触啊。他没花过钱，没花过钱。说完了张文顺啊，还得说说董仲颖。董仲颖就是董卓呀，啊，你要说在这说董卓，这个对仗不公正，啊，容易让人笑话。董卓董仲颖打算迁都，这个就一看就是不是他的家业，随便霍霍，他不在乎这个呀。你要说这江山到他手里传了10辈儿都是他们家的，他不会的。啊，那皇宫窗户门掉漆他都心疼，可不就是呗？因为不是他的，他不往心里去，眼睁有危险，有危险走吧，咱们跑吧，咱们去长安，文武群臣，谁要说拦着，那就杀他。啊，你不同意，不同意就杀了你，不就同意了吗？啊，而且做了一系列很周密的安排。第一，把洛阳城中所有的巨富、有钱的人家全杀，给你安一个罪名，说你是反贼，没有理由，就是你说你是反贼就是反贼了。杀完之后，你那个钱全拿来，都是董卓的。还安排人把皇陵刨了。哎，之前的皇上下葬一定有宝贝啊，对不对啊？刨，皇陵都刨了，值钱的东西全弄来，谁反对马上就杀，然后通知洛阳城中的百姓跟我走，几百万人一起奔长安。临走的时候放起火来，火烧洛阳城。各位，这就叫人间地狱。几百万老百姓，有上岁数的，有孩子，这一路上又死多少，他是全然不管，只顾着自己奔长安而去。朝里边这样，那外边就更乱了。首先说泗水关的这个总兵叫赵岑，之前赵岑跟这儿还玩了命的坚守阵地呢，后来一听说啊，他们都奔长安了，人家都肉夹馍了，我给谁守着呀？对不对？那咱们投降吧，对吧？好得很啊！没去长安学句长安话啊，那就剩投降了呗。把门一开，欢迎，欢迎各位啊！我盼你们盼了很久了，请进。那就进来呗，那还说什么呀？这个各路诸侯人马进城，泗水关就打破了。虎牢关那边那吕布跟着走了，也没人守着，那跟谁客气啊？刘关张带着人，大伙儿一起齐下虎牢关。咱们老说有句个俏皮话，哎呀，今天大伙儿大扫除做卫生，我们各位齐下虎牢关，把这活干完了。这齐下虎牢关就从这儿来的，各路诸侯这儿全来了。这2道关都破了，洛阳城没有意义了。50里地呀，那不就一眨眼就到了吗？大伙儿都到洛阳，谁先来了呢？孙坚，吴城侯长沙太守孙坚，孙文台，他带着人先进的洛阳。一看这洛阳要不得了，人间地狱，都是火，先救火吧，先救火吧。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啊，董卓说把皇陵刨了，士兵们一瞧，那我们就刨老百姓的坟吧。房子拆了，所有百姓的坟都给挖开了，把棺材都抖楞出来，金银财宝陪葬的东西全拿走了。要不怎么说人间地狱呢？连人带鬼全部安生了。所以说孙坚说咱们先救火，先救火，然后露出来的死尸能埋咱们尽量埋吧，先干点善后的事儿。这个各路的诸侯
陆续的也都到了洛阳了。曹操找袁绍，本初机会来了啊！现如今匡扶汉室，咱们已经大见成效。这不是董卓跑了吗？咱们得追，把他追回来。哎，咱们这趟活啊，就算顺理成章了。曹操说的对，万没想到，袁绍告诉他了，大家太累了，歇歇息，休息休息，啊，喘口气儿。曹操就愣了呀，你也没干活啊，你休息个溜啊！打仗都是人家打的呀，那孙坚他们打的呀，刘关张都跟着打了，你没有啊？你就一天6顿饭呢，对不对啊？怎么？哎呀，为什么这样呢？刚才咱们都说了，各路诸侯分崩离析，来的时候啊，我们要如何如何，现如今不这么想了，分别想自己的事儿，尤其是以袁绍为主啊，不打了啊，休息休息吧，把曹操气坏了。庶子不足与谋也，这是当初鸿门宴的一句话。庶子就这混蛋小子，是这意思。像他们这个有身份的人，不能像说相声的对着骂街似的那么难听，就翻译过来，就你这个混蛋小子，我不能跟你玩了，是这么个意思。啊，再找别人吧，找别的诸侯，咱们去吧，你们出点人，咱们一块儿去逮董卓去，咱们得如何如何。这个说了，我牙疼啊，那个闹肚子，没有人识这茬儿。曹操一跺脚，我自己去。曹操人不多呀，他连1万人都没有啊。当初但凡人多，干嘛打群架呀？叫你们来，不就是咱们1哭2吗？兵合一处嘛。现在求谁谁不识茬儿，把曹操气坏了，带着自己人去追董卓呀，去如何如何的，那肯定成功不了啊。中途路上碰见吕布了，差点没把曹操弄死。哎呀，气坏了，那也没有办法。这边呢，城里边就是孙坚带着人干活，到处救火，安顿人，把坟给埋一埋，善后小分队，他是一个。孙坚不容易，皇宫也着火了呀，这把火先烧到皇宫啊，把皇宫的火灭一灭，安顿一下，都忙完了。这天晚上，孙坚还带着人，就在皇宫内外这儿安排着。哎呀，叹口气，心说这叫什么事儿？大好的家邦毁于一旦。就这会儿功夫，跟前有兵丁，拿手一指，说：“您看那儿。”往南边指，您看那儿。孙坚这一看呢，原文上说南边那儿井有一口井，有5色的光芒。这个书很容易就串到《聊斋》上去。要说《聊斋》，我能说出花来。这不是我编的，确实南边的井说有5色光芒，这是《三国演义》的原文。过去看看吧。那个年头，人们跟现在不一样。你要现在的故事哈，2012年、2003年类似这个啊，拿手一指，南边那井里边有光芒，一定得会说啊，手电筒掉里边了吧？啊，当年没有。过来吧，大伙儿就过来了。到这一瞧啊，有一口井，井底泛光，不知是什么，捞吧。这一捞上来了一具女尸，更像《聊斋》了。要不咱们说《聊斋》吧？等着啊，等着说完三国，给你们说《聊斋》了啊。一具女尸，女尸脖子上挂着一个小匣子，有人摘下这匣子递给孙坚，打开一看，里边有宝贝，
什么东西？传国玉玺。前几回咱说书的时候，咱说到了，说这玉玺丢了，到今天又出来了。冒光啊，这一定是后来人编的。如果不说冒光的话，这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就翻腾呗，收拾这儿收拾那儿，井里有死尸捞上来，看见玉玺了，这是没问题。但古人呢，他愿意把它说的那么浪漫一点啊，那都死尸了，还浪漫什么呀？一看就是传国玉玺，上面有字儿，8个大字：云鹤九霄，龙腾四海。别捣乱，8个大字：受命于天，既寿永昌。这8个字儿啊，是传国玉玺。当时孙坚就愣了。这个从古代开始，历朝历代，所有人都信这么一句话，就是得到这个的是真命天子。如果说你不是真命天子，玉玺在你手里边也会丢，无缘无故就会丢。你要说拿这玉玺咱来说故事，上下几千年很丰富，一会儿出来了，一会儿就没了，突然间就没了，突然间就出来了。所以这些个做君王的特别惦着这块，有这个说明老天爷看中了我呀，赶紧装在这盒里边，装好了，压低了声音告诉周围所有的人，跟谁都别说。那怎么可能呢？我不止一次在我的节目里边提醒过朋友们，天下这句话是绝不能说的。我跟你说点事儿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呐。对方一定放心，你告诉我什么事儿吧。他这个表情其实已经想好了告诉谁了，一定是的啊。所以说你但凡要能忍着，你就忍着。你只要说出去，你要做好准备，全世界都知道，瞒不了啊。他想的是传国玉玺突然出现，现在在我手里边，老天爷的眷顾，看来我有一朝人亡地主之命。那么接下来我不能在这儿待着了，收拾我的兵，带着我的人，我回去，我回长沙，找一合适的机会，我要当皇上。这是他此时此刻真实的想法。但是他身边有人呐，就有这么一个人，是袁绍的老乡。你看这玩意儿巧就巧在这儿啊！他这儿说完了，大家都起誓，谁也不许说，谁传出去谁是小狗。一会儿这小狗上袁绍那儿去了，我跟您说点事儿。袁绍说什么事儿啊？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你放心，我谁也不说。是方才发现了传国玉玺，就在孙坚那儿，怎么来怎么去，把这事儿一说，您留神啊，他可能归置东西要回家了。好，你放心，我跟谁都不说。转过天来，各路诸侯坐了一块儿开会的时候，孙坚就说了：“列位，我得告假了。身体不行，顶不住了，这些日子忒累了，我得回家了，我有病了。”袁绍乐了，你肯定有病了，你得的是传国玉玺的病。孙坚差点没窜起来，谁说的？站起来了这个您这是听谁胡言乱语呀？我都听不明白。你有什么不明白的？你那心里跟明镜似的，我怎么不懂啊？玉玺在你那儿了没有？就有，就没有。大概是这么个意思吧，我就不按照原文，俩人用文言文对着卷了没有意义，没有意义。归根结底就是这点事儿，拿出来我没有。
这俩戏精附体了。我就认为你有，我就没有，你怎么证明你没有？我起誓啊！我要是藏了传国玉玺，到之后让我不得善终。到后文书，孙坚说到做到，轻易的别起誓啊！你要说相声那会儿老起誓他们啊，你看说相声，呀这事儿你看是不是你做？我没有，我这不是我。你看你怎么这么相信呢？啊，这事要是我干的，让我抛山在外，死不归家，没有意义。哎呀，这俩人坐在一块儿，拧着眉瞪着眼。那说到最后，孙坚心说再待着没有意义了，因为人家袁绍说了，要不然我翻你的东西，那不行。那一翻什么都有啊，到这会儿就得翻脸了啊！你这太欺负人了，太不尊重我了，走了，你得走呗，是吧？率着人马打这儿往外走，回长沙。袁绍很生气啊，哪儿的事儿去？这个传国玉玺凭什么给他呢？他回长沙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提笔写信，我得找个人半道劫他，把他弄死才好呢。给谁写信呢？荆州刺史刘表。您听这名儿，你就知道了，汉室宗亲呐。为什么后来刘表跟刘备他们能盘到一块儿去呢？啊，荆州刺史刘表，因为孙坚走的路上一定得路过刘表这儿，所以让刘表你接他，传国玉玺在他那儿了，接着呢会给我送过来。这是袁绍那么想的。其实来说，这个刘表能做荆州刺史啊，得念人家孙坚的好。孙坚来的时候路过这儿啊，原来的荆州刺史他看着不顺眼，他给杀了。他杀完之后，刘表觉得那我来吧，所以对他的仕途是有帮助的。但是这会儿不一样了啊，这里边还有传国玉玺的事儿呢，那我得截着他，我不能让他走啊。因为这个书要说单表他们太复杂，咱没有意义，简短截说。头一回没截住，闹得很不愉快。当然后来又来了一回，最后确实孙坚死了啊，也是应了自己的誓言，因为他不在咱们主故事线上啊，您知道大概就得了。这一下诸侯们彻底是散了心了。曹操带着人回扬州，刘关张回平原县，袁绍也走了，18家诸侯讨董卓，到此杀青。故事结束了，他们啊，各回各家，各找各妈呗。最踏实的就是董卓，太开心了。他们解散了啊，天下还是我的啊！而且在长安城不远，200多里地，将近300里地的地方，单独的盖了一个小城，这城的名字叫梅屋。在这儿完全按照皇宫自个儿盖了这么一个地儿，哎呀，休闲娱乐，高高兴兴的，选了1000多个美女，没事就上这儿来，住宿啊、休闲什么的，很开心。文武群臣呐，一点招也没有，你没法说，因为这个朝廷他不讲理，你说点什么，哎呦，这个你们觉得不对，董卓倒是简单啊，把他杀了吧，啊，杀完之后，你看这个事儿怎么样了？那就没事了，那就啊，对不对啊？这一天抓了这么100多名俘虏，哎呀，董卓开心了，他也不问是哪儿的，说也许是这个18家诸侯里边的，啊，也许是外头，反正不管是怎么着，100多人，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今天晚上跟文武群臣咱们一块儿喝酒庆祝吧，啊，很高兴。现在钟点说傍晚6点来钟，啊，文臣武将都来了，点上蜡，把那好吃的全摆上，啊，珍馐美味，把酒也烫热热的，
董太师坐在上头，文武群臣在下头，喝呀，吃啊，来呀，撸串啊，来呀，吃辣条啊，这吃的啊。一会儿的功夫，有人说了，说太师啊，这100多名俘虏已经押到了，好，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带上来吧，带上来了。这100多人都站在这底下啊，来呀，开始吧。说开始，他这大殿上什么都有啊，油锅呀，案板呐，菜刀啊，斧子呀，就把这100多人弄过来，这个切脑袋，那个剁胳膊，这个挖眼珠子，这个扔到油锅里边。所有的文臣武将看都不敢看，整个这大殿上惨叫连连。呵，董卓开心，哎呀哈哈哈，这个太好看了，高兴啊！文武坐在这儿也不敢说话，也不敢走，就这么看着他。就听着这底下脚步声音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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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上来一个人，谁呀？吕布。吕布到这儿来，那个也不用通报，直接的就到了董卓的身边，弯下身来，在耳朵边这儿说了几句话。董卓是满脸带笑，好，那意思很同意。吕布站起来往下就走，这两边坐的是文武官员呢，就在这边把边这儿坐着朝里边的司空，叫张温。张温是朝里的元老啊，想当初孙坚在张温手下做过官，曾经有一次，这个孙坚就跟张温说过，说您要提防董卓。那会儿董卓的身份并不高，有一次董卓奉命公干迟到了啊，就在这个张温手下，孙坚还告诉张温，趁这个机会杀了董卓。张温觉得不合适，哎呀，他迟到了就杀他，算了吧，以后再说吧。所以到后来孙坚进洛阳，一瞧这把大火，孙坚头句话就是当年听我的，何至于如此。就是那个张温坐在这儿，吕布过来了，拍拍张温，拍拍肩膀，张大人来。张温啊，您跟我来。哦，站起来了啊，一前一后往外就走。董卓这儿端起手中的酒斗，诸位大人，这所有人一激灵啊，你不知道他要干嘛呀？这赶紧，诸位大人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刀枪入库，马放南山，皆是诸公之力也。天下太平了，多亏了你们各位。其实就是个客气话，大伙儿也无外乎是上父英明，叫什么叫上父？他到这儿来给自个儿改这名叫上父。什么叫上父？天子他爸爸。想当初姜子牙最后不就成为上父吗？那是人家皇上心甘情愿的，你这是自个儿给自个儿起外号啊！上父英明，来，诸君请，哈哈哈哈哈哈！这儿喝着，又听得台阶下噔噔噔噔噔噔噔脚步声音，大伙儿回头一看，吕布来了，手里托着一盘子，盘子里边是张温的人头。